6月4日，星期三，恭喜《藏海传》再创佳绩，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全民大爆剧。我们用数据说话，欢网大数据给出了《藏海传》的观众用户画像，从画像里能看到男女比例差不对55开，女性占52%，男性占48%，年龄分布也很均匀，所有年龄段占比都在20%左右。也就是说，《藏海传》的受众不是某一个群体，而是全民，不分男女老少，这就是全民大爆剧。6月3日，《藏海传》收视率方面，今晚的峰值2.3126%，均值1.8858，和昨天差不多，峰值略降，但均值上涨。网播昨天云和酷云网播占比均创新高，酷云36.81%，云和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达37.9%，播放量两云均破8000万，成为2025年唯一一部两云均破8000万的剧，而且这个单日播放量在2个统计平台均是第一。酷云还认证了《藏海传》是2025年首部全端热度破19000剧集，获2025年首部酷云爆剧认证。今天的灯塔白天因为大家要上班，分时不如昨天，但是一下班，大家就忍不住开始追剧了。晚上7点到8点直接创新高，1小时播放量破1200万，这可是工作日，而且看得出《藏海传》观众的作息真的很活人。再说广告，因为超点了，所以统计到最后一集了，不止全集有广，更是打破所有平台。注意，不只是优酷，是所有平台的广告数记录，达46个，太牛了！中间还被酷贪了不少个，把剧广告贴成平台广告，不然能更高。豆瓣评分方面目前尚未开分，已有许多网友喊话豆瓣速处理，被批量恶意星的清除了吗？《藏海传》持续横扫各大榜单，即便剧情播出已到尾声，但藏海大人的魅力依旧势不可挡。剧粉敲碗正小龙素素和肖战二搭，期待《藏海传》第2季。所以说，这个剧豆瓣评分低于9分肯定是被黑了。有网友说，身边真的很多不追星的人在看《藏海传》，而且很多男性观众，这就是在累积国民度。我可以拍胸脯说经此一句，肖战真的是国民演员了。再恭喜肖战在《陈情令》之后迎来了第2个大爆角色，这一次的爆其实比《陈情令》覆盖的面更广。有人可能会觉得怎么感觉不出来，那是因为之前的爆是从0到70%，现在是70%到90%。我昨晚开启超点追大结局，高明师傅原来早就说明白了，大恩即大仇啊。然后梁朝扮演的高明师傅在戏里打了肖战一耳光，他回到家就被嫂子教育了，媳妇儿这一巴掌可比师傅那一巴掌实在多了。媳妇儿，你打我干嘛？你敢打我家战战？哈哈哈哈！媳妇行为不要上升肖战哦。此外，在这一场师徒对峙戏中，按照常规，剧组计划采用借位拍摄梁超饰演的高明、单肖战饰演的藏海一巴掌的情节。借位拍摄既能保障演员安全，又能完成拍摄任务，是影视拍摄中常见的手法。可肖战却在现场主动提出：“师傅，真打一下吧，这样情绪更真实。”这一要求让梁超当场愣住，毕竟很少有年轻演员，尤其是身为顶流的明星，会主动要求真打。但肖战眼神坚定，他心里明白，只有真打，观众才能感受到角色的痛，才能真正走进角色的内心世界。拍摄结束，监视器后的导演刚喊卡，梁超就急忙冲上去连声道歉，而肖战却摸着发烫的脸颊，眼中带笑直呼：“这巴掌够10成。”从花絮视频里可以看到，肖战被扇后耳根迅速通红，可他硬是强忍着，将角色从错到隐忍的情绪转变演绎的丝丝入扣。这一场景不仅让剧组工作人员为之动容，更让无数观众看到了他对表演的执着与认真。梁超在直播中毫不吝啬对肖战的夸赞，直言他太用功，打在肖战身上，自己比他还心疼。在直播里，梁超对肖战的称赞堪称3连击，特别好，在表演上一丝不苟，精益求精，虚心学习。他还回忆，打完后自己立刻查看肖战的脸有没有变红，结果肖战反过来安慰他没事。师傅，这条特别好。肖战的这一行为也引发了大众对当下影视表演真实性的深刻思考。
当假演成为部分人习以为常的操作时，肖战用红肿的脸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真正的演员从来不怕在镜头前丢脸，为了角色，为了艺术，他们愿意付出。他主动求打的背后，是对表演艺术的敬畏和追求。他明白，演员的身体是表演的工具，如果连这点痛都无法承受，又怎能让观众相信角色所经历的一切呢？肖战以一记真巴掌击碎流量时代的表演桎梏，他用行动证明，唯有赤诚与坚守，才是演员走向艺术巅峰的不二法门。《藏海传》最后10集，明显节奏加快，每一集的剧情都信息满满，让人应接不暇，感觉原剧本是奔着80集去的，但受只能播40集的新规所限，要么好多内容没拍出来，要么拍了之后都忍痛给删减掉了。拿下平津侯就拍了恨不得20多集，而和大 boss 赵炳文的最精彩的终极对决浓缩成了短短的6集，但其实这6集的内容节奏太快了，反转再反转，信息量之大，完全可以再拓展出好多集呀，真是太可惜啦。不过主创如此统筹内容并剪辑成现在最终的版本，应该是想要打破以往权谋剧的传统模式，突出和渲染底层小人物报仇之路的艰辛和不易，而不是一路大开金手指并一味求快求爽。事实证明，《藏海传》求新求变的创作思路和最后呈现的确惊艳并无比震撼，让观众产生了更为深厚的情感共鸣呀。那么，《藏海传》应该有第2集吧？结局留了那么多钩子，新帝会信任藏海拿走鬼玺吗？藏海是先帝和永荣王爷一派，新帝跟他俩有仇，又说藏海多有才华，就是在说他有能力帮别人反。而且此前他说先帝多喜欢藏海，紧接着说烧掉先帝最爱之物给他，不觉得有隐喻吗？藏海听到他说把东西烧给先帝，神情就变了，紧接着就辞官了。庄二已经见识了鬼玺的威力，他不会去抢回鬼玺吗？东夏新女王知道鬼玺的厉害之处，她不想要吗？还有鬼玺的秘密是什么？她怎么能让人产生不会痛的幻觉？怎么能让伤口快速复原？高明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六出师父的真实身份，结局暗示鬼玺秘密未完全破解。东夏新女王的野心，新帝继位后的权力更迭，以及藏海归隐后是否涉足云顶天宫修建，均为第2部埋下线索。最大的伏笔还有张家人，张灭就是张家的老祖宗，在《盗墓笔记》中，三叔填不了的坑正倒给填了。稻米狂喜，新皇帝过继登基，上位第一件事就是把先帝留下的爱物都烧了，一个更无情无义的新帝，一个刚立军功的新平津侯，可能还有一个，甚至还有数个刚刚进京的藏海。但藏海跳出循环了，再次进城门复仇的那个年轻人，还可能是蓝永吉的儿子，就是平津侯的下属。看着庄二长大，却被庄二砍了人头，平息叛乱。随着权力的更迭，历史又开始新一轮的轮回。但编剧给了更残忍的清醒：只要权力仍是蜜糖，蚂蚁就会前赴后继。这个轮回需要砸碎圣蜜的容器才能真正终止，靠一个人是不可能的。只有真正推翻整个制度，才会打破一次又一次的循环。所以恰恰是这个结局把高度拉满了。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快乐就像。